原这都有山啊，路了了，这整个路了了，啊，个屋里下底咧，迄山好水尖啊，头现在塔太悬啊。较早讲台塑有等物件在食，啊，伫遐。啊，你敢知迄是发生？哦哈，啊无变成有公务员无？像咧整个刚刚有毒的啦，公务员啦。上午9点半左右，由环保署、工研院等单位所组成的检测小组，首先在靠近马路南方30公尺的地面开始向下挖掘。结果怪手第一铲就挖出了一堆不明的废弃物，而越是向下深挖，出土的掩埋物越是惊人，同时还夹杂着令人恶心的化学刺鼻味。这些东西的话，原则上都是会经过处理的，可能是有毒的事业废弃物。那这些东西的话，有些大家可以去照一照哈，像5颜6色都有了。 就是多，啊个顶乌海，啊怎啊咧存啊，存头啊，政府的啊，伊拢存咧沙啊用小过啊，迄种管的啊，啊就刷一车来倒开啊，无平常你要看不当看，确定拢管的拢看袂到。 107年的时候，有人跟我们通报说这里在填一些废弃物，可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持续来记录，就治愈了2年多，会发现它越来越大块，也是因为记录的过程中发现另外一块是原本在赤山拱屋里这场的人，也看到他们把土方运进来，不知道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开始会有一些以再利用之名行污染之实。就目前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污泥，然后以再利用之名混。 然后就跑到了环境里面去，那样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较早有人等物件在迄落窟窿遐，迄是乌瓦青嘛？有瓦青嘛吼，差不多迄电条到遮涂骹安尼，遐深。遐深哦。迄等啥物物件你敢知？哇，逐项拢有啦，像我枪支啊、枪支啊，拢总有，拢车倒的，哦啊，人个拆厝的，反正拢无人看，拢车甲落落来，安尼啦。5颜6色都有了。检测人员除了小心翼翼地采集各种样品带回化验外，也对周边的水质取样，了解污染的情形。检察官并指出，运泰公司最远曾到达台北县的9份乡处理过废弃物，目前确定有台塑的汞污泥以外，其他有毒的化学废弃物还要进一步的检验。上午开挖时，为了防民国64年到78年呢，台塑呢有一个会产生汞污泥的制成，依照当初的法规呢，它就做固化。 固化以后呢，那固化体呢摆在哪里呢？民众都会抗争，所以呢，他在这个87年呢，就跟高雄县环保局呢就申请说要输出到柬埔寨，但是呢，他是以混凝土块的名义输出。1998年12月，台塑集团有一批委外清除的汞污泥。 被送往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市。西哈努克这个地方早就被已开发国家当成了国际垃圾场。汞污泥的进驻让当地的生活环境更加的恶劣，附近的村落甚至传出有人因为接触汞污泥之后造成了伤亡，当地村民选择逃离来保全性命。 面呢？
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从汞污泥的样本当中发现了汞含量超过了安全标准。台塑人员为了确认，也专程到现场采取汞污泥的样本。你看到只要是整个块状的都是啊。这个那个不是。怎么会这么黑？那个不是我们的粉末状的，那个绝对不是我们东西。当初的法规是有害事业废弃物输出路呢是必须要申请许可的。那它以混凝土块输出的话，那变成说它就不需要这个申请，所以就跑出去了。那时候他们在填的时候，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啊。等到新闻爆出来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说啊，原来那时候我们邻居被填了那么可怕的东西啊。我们现在这厂址就是我们称之为赤山堰了那它就是之前被人家掩埋了一些汞污泥的废弃物。那中间在民国89年的时候，它已经有一个工研院的计划，把它里面的废弃物挖起来，然后经过一个筛分的程序，把它现在堆置在那些太空包跟货柜屋里面。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化学原料、化学废料，好像这些。你看，类似树脂类的，你看，它当初在倒的时候，它是液体。它是液体，可是它倒到地底下以后，它已经结冻了，它结冻就变成这个样子，就像我们那个胶水一样。所以当初很多东西的话，它还没有结冻之前，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已经停留在我们地下，可是没有去接。赶紧，我希望咱台塑就这汞污泥，赶紧给它清走。反污染，优先存，看汞污泥。在出门口头前的时阵，王永庆，你惨的！你5,000吨的汞污泥，倒伫我斗心倒2年，我要甲你倒2年。300多个货柜都在这边然后有890几个太空袋是刚刚我们从那个地方过来。因为目前法规规定，就是你超过260以上就要进行热处理。那我们现在先筛选过，如果说它浓度没有到那么高，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去固化，就不用经过热处理。高举抗议布条，屏东县新园和万丹乡民在县政府前发出怒吼，就是担心最近频传的毒害事件会再度在屏东上演。汞污泥这绝对袂当特别接山岩现场处理就对啦。希望咱县政府咧，看有啥物较好适当的办法处理去到位也不要紧。汞污泥当然是一定要处理，曹县长也明白讲过，屏东县根本没有这个设备来处理这些汞污泥，要在这边烧，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在屏东县做处理，所以一定要带到高雄县去处理。我们就是要调查它的厂址有没有受到废弃物当初掩埋的过程有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整个厂址里面的污染的调查。大概可能这厂址里面有大概400-500个点，大概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去全部采过一遍，然后借由那个整个污染的一个分析的结果，我们去判断它到底受到多大程度的污染。当时处理的方式也有很多争议所以发包了大概10几次，都拖了好几年最后我们还是要求跟这个台塑做了合作，高浓度的这个部分就是超过260 ppm 到这个它的人物厂去做这个热处理低浓度的这个部分按照法规用固化然后做这个掩埋。那你们可以进来。这边就是铁桶，我们有分层做储放，然后在铁桶里面还用塑胶袋把它做储存。那原则上它就不怕有泄漏的问题。那摆这么多年是怎么样的来做监测？就是3不5时会来看一下。对，我们那个屏东县环保局他们会派人过来巡查，
那我们这边也公告了一个控制跟整治场址，所以事实上有要求民众不得进入。万丹泥火山在周二凌晨喷发，不过今年泥火山的喷发口位在赤山岩汞污泥置放区的厂房里面，民众只能隔着铁门张望，而当地民众更担心汞污泥会外泄造成污染，怕它过高的温度影响到它的那个汞泥它本身重的安全，怕会造成第二次的污染。10几年前，台塑委托京运的废弃物处理厂商将8000多吨的汞污泥弃置在屏东万丹。放在货柜里面到完全清运走，前后也经过大概4、5年的时间吧，它就放在那边了，放到那个货柜都烂掉了，包括储桶也烂掉了，所以就是我们以前的这里的地下水跟历经汞污泥之后的地下水，它的程度现在是根本不能用了。现地的这些土壤，我们也还是会怀疑它，也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残留，所以也开始做了第3个阶段，也就是说，先做了这个现地的调查，它的浓度大概都是在这个管制标准，就是20这个 ppm 的3倍左右，可能某些局部可能有超过，所以原则上通过的这个是用翻转稀释，就是说想办法克土，让整个平均浓度最后会在管制标准之下。去年就是107年的时候，有人跟我们通报说这里在填一些废弃物，可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大卡车载那个太空包，一吨那种太空包进来，然后进来之后就把那太空包夹破，夹破之后马上浇水，马上覆盖掉。像这个地方平常不会有人来，不会有人来的地方就都变成好像就死角，所以你看这建筑废弃物啊。也是拿来这边丢啊，然后这里全都建筑废弃物啊，所以就常态有在丢东西，这都新的，然后丢到一个量之后放火烧，像这边看到的基本上就有拌东西了。举例来讲，像这个不是土，我现在摸的这个就不是土，然后这个也不是土，好，这是一种白色的。像死灰污泥，轻轻的，对啊，你看里面是那种白色的污泥，然后这是咖啡色的，这不知道什么东西耶。然后像我现在一打下去哈，里面的铜基本上就超过土壤管制标准了，然后锌在800多，铜超过。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哈，不在它的整治范围内。这边有铁皮围起来的，那边就是所谓的污染整治区。好，就是现在铁皮围起来的那边，就是之前验到重金属很高，他们在做整治的地方。10几年前，那时候那个台塑的400个货柜就在前面这一块，哦，就我们这个土丘的下面，这边当时是接近400个货柜丢在这里，好，然后那边也都是当时的汞污泥，好，在这一片。然后后面是水泥搅拌厂。那目前看到的是整治区在做整治，然后这边变了一个土质厂，在做堆置跟筛分混拌。然后这个地方有跟那边一样的东西，有黑色的、灰黑色的，然后土方白色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搅拌。然后搅拌之后有一部分跑到对面去，有一部分就在这边直接石棉瓦后面搅拌。搅拌之后，运用水泥搅拌车当车夫，然后就直接从这里送过去。我们那时候空拍机就直接跟就看到他从这里，然后直接运，然后绕过了压场，然后到后面的回填区，然后就直接到了。环保局说是低强度水泥，但是我们当时看到的是有倒下来跑到水域里面的颜色蛮多的，有偏黑的、偏蓝黑色的、偏白色的、偏黄褐色的，白色，然后流到水域里面，然后又跟那个水里面的绿又整个混合，所以变成一个5颜6色的一个画面。其实你会觉得，就你的常识来判断，这个有点说不过去。我们是看不懂他们到底什么叫整治啊，因为只看到他从外面拉一些土进来。你既然是整治，你就是限制嘛，从在这个地方把一些该处理的把它弄出来处理掉，那你为什么还会从外面拉一些怪怪的东西进来？
事实上那个都是是良质土，就是有一些比较河川有一些黑色的这些，但是它所有这些土方都是要经过验证，它也报了2个合法的土质厂，要从那个地方客土过来。像这个颜色这么深，你看这新鲜，这刚倒没多久，很软，有没有？然后你看都有粉尘啊，然后这边的东西就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有黑色小颗粒，看起来很像砂石。它确实有一些砂石，像我现在拿的这一颗是砂石，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一打下去很明显跟刚刚的又不一样。我这一打下去，锌跟铜马上超过，锌4000多 ppm， 铜1800、1900 ppm。就我看到的，我不认为是良质土。举例来讲，我们看到这个远远看起来像砂石的东西，然后刚刚测下去重金属很高，或者说我们看到那一边的水泥搅拌厂后面那里，它在拌的有2种颜色，一个是土黄色，一个是白色的，石灰污泥那样的东西。那个东西也不是土，好，然后它现场里面在搅拌的是把上面比较干净的土跟下面那个重金属超过很多的土做搅拌。所以那个基本上也不是所谓的干净土跟那个，只是浓度高跟浓度低的下去做搅拌。所以基本上我们觉得就是都是事业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一块，然后整体拌来拌去互相稀释而已。然后这些土从哪里来？有人去跟车说它是从另外一个污染厂址拉过来的。因为我们有自己去跟车去了解，它运进来的土方就是从大洋那边来的，然后那些东西是什么我们不清楚，而在卫星图，因为卫星大概3、4个月更新一次，在卫星空拍上面就是没有长草，而现在又回填到污染厂址，或是这一厂的那个填的这种炉渣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样再利用，那其实也都没有证明给周遭居民。整个整地过这都粘土，这粘土。我们现在来到高雄大寮这边一块农地然后我上次来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现在看起来就是好像有很多回填土或什么的。然后我们从赤山岩那边跟车的时候，其实是有跟到这个地方。根据高雄市建管处的说法，这边并没有所谓的土质厂，但是我们却发现说有这样的东西运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像这个是石灰，我们刚刚在赤山岩那边也有看到这个白色的石灰污泥，那基本上上面看得到像这边都有，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合理的怀疑说这个下面应该有东西，然后上面也许他用干净的土去把它抹平。这合理的怀疑啊，那样当然这个是要怪手开挖才知道。我们周遭民众也是担心这个东西，前阵子大概1天200多车的土方运进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土方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公权力，也没办法进去，因为这都是私人的地，他们也观察很久了可是大家也担心，因为之前在洪里污染的时候，像这个水，它几乎是到处蔓延，就是有些它开了一个用那个水直接到公共沟渠流到大排。这个状况之前也有看到说，这个水直接蔓延到鸭池里面进去，对。那其实我们在对生产者或是对农民来讲，他们都担心这些东西是不是影响到他们食物是农地。雨季的时候，它淹水的时候，水都会溢出来。然后我们就有观察到，他把那个污染的水直接抽到外面的那龙田宫的沟去。现在就是周遭居民之前有种那个洛丽果，然后他是交通务之后，通通跟他拿去检验，然后就跟他说你的东西里面有重金属。根据官方的了解，全台非法废弃物弃置场分布数量最多的前5个县份都是农业县。其中以彰化县的28座弃置场最为严重，其次
依序为屏东县的25座、台南县的19座、台中县的18座、高雄县的17座和嘉义县的15座。至于其他县份，也都有气质厂的分布。可见，台湾岛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事业废弃物的阴影无处不在。从高雄那边一路过来，就沿着86、高屏溪两侧，其实都一塌糊涂。然后再一直往南，到了靠近东港、枋寮那一带，那个就哇，那个就非常夸张了，就越往南越夸张这样子。其实再利用东西，它如果好好用，它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但是在台湾，我们看到比较让人家害怕的就是说，它是有非常多的人是假借再利用的名义，然后大玩废弃物。你觉得前面那个预拌火力车是干嘛？那个就是他们在栽上搅拌后的那些污泥啊，就是我们看到它，然后到了水泥搅拌厂或者那个土质厂，我们看到比较多在土质厂搅拌，然后搅拌完之后，它就加水，然后有黑色的，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就进去拌，拌完之后，然后就用那个水泥搅拌车，然后当车夫，然后运到他们的回收区去。